Hello，大家好，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因为一波一波能量波一直下来，我相信也许有很多朋友都能感觉到身体或者是心理情绪上的一些不适的状况。那我就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的经验吧。那其实这些能量波的到来，它可能有很多因素啦，比如说太阳闪焰的喷发，或者是一些星象的变动啊，比如说我们常讲水逆、水星的逆行，或者这段时间有金星跟木星的合相，是吧？然后还有8月的狮子座星门的开启等等，这些很重要的星象的变化，它其实影响到地表。那所有的万物，我们跟地球其实都是一体的嘛，所以当然地表上的这些能量变化多少都会带动到我们自身的影响，只是看每个人有没有那个敏感度去察觉到它，或者感知到的程度多或少而已。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我们可能遇到能量波的时候，身体或者情绪上会有哪一些的变化吧。那第一个身体的部分，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扬升症状。那其实扬升症状你在网络上搜寻应该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说明还有答案，大家就可以选取适合自己频率的讯息内容去参考这样。那我只是分享我的经验，我的扬升症状到来的时候，我可能经历过了包含全身性的可能像生病像流感一样那么样的不舒服。那其实这个就是那么高频那么强烈能量光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那些很陈旧的老废的物质啦系统，它等于是整个淤泥都被翻搅上来，所以我们的外在的物质身体会表现到就是非常的不舒服很难受。好，那再来一个我也很常经历到的就是想睡觉，即使是白天也觉得怎么样都睡不够。那也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系统还比较老旧，那新的能量进来它那么高频，所以我们旧的系统没办法运作去好好的消化它吸收它转化它，所以在身体一个非常耗能有点拖不动的情况下，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疲累。那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多休息就好了。那其分也许还包含睡眠的情况也可能改变，像我就是一个很常在夜里进行大量的能量运作的人，所以可能我就会比较难入睡，或者是会做一些很生动很奇怪但是让人家很不舒服的那些梦，或者这也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就是会在半夜醒来，这些可能都是能量在夜里运作的一些迹象。然后当然包含着这些高频能量波下来冲刷我们整个身体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帮我们净化嘛，在帮我们冲刷比较不需要的旧的能量的时候，那我们身体那些堵塞的地方其实是越放松的状态，能量越能够自然的带过流过。当然搭配呼吸会更好，所以在后面我也会跟大家说我怎么借由呼吸去帮助自己度过这个时期。所以那比如说它到我的心轮的部分，可能胸闷然后呼吸不顺短促这样，然后肠胃的部分可能我就是会有一段时间会不想吃东西，就突然就没有食欲了，不会感到饿，因为这个时候是身体在大量排的阶段清理的阶段，所以它自然会让你不会那么想要进食有东西进来，因为会造成负担嘛，身体已经在进行很大量很耗能的动作了，那它当然会希望以更轻盈的方式去运作。那段时间过了，因为身体已经消耗非常多的能量精力去运作，所以可能会有一段非常饥饿的时期，就是一直想吃东西，然后大量的进食去把那些消耗的能量都补回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就是顺着身体的状况去安排进食的节奏就好。那还有一个我会发生的情况，就是我可能会不想要跟人们接触，就是想要减少社交跟人际的接触等等，因为这个时候身心已经在进行这么大的转变了，可能会没有余力再去面对外界的人事物。身体灵魂它要我们专注在自己的内在的变化转化，而不是吸收过多的外在的资讯，这会造成我们更多的负累。好，那总之这一切的过程其实都是要帮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因为在我们讲扬升嘛，扬升其实就是意识频率的提升，不是说我们身体会整个飞升到哪里去，不是，就是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频率不断提升的过程。那我们身体原本的设计在3次元这个地球上所诞生的身体能量是比较厚重稠密的，那越高层次维度的能量进来，它是非常的轻盈的，所以它在帮助我们把那些比较阴暗的比较
老旧的老废的那些物质代谢冲刷掉。所以经过这段时间之后，我们会觉得其实你一段一段，你如果能够顺着能量波走过来，你会觉得其实你身体是变轻，你整体状况是会变好。所以我们不用去害怕或是抗拒这样的过程，只要给身体适当的协助，我们应该都能够安然平顺的度过这样。身体的部分大概谈到这个部分差不多，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理会有什么样在能量波下的反应吧。那同样的，我们刚讲同样一个原理概念嘛，就是这些能量波它是很轻盈的、很细致的、很高频的，它在帮我们代谢旧的那些不必要，就是不跟新的地球振动、宇宙能量振动符合的那些比较低频的东西。那什么是低频的能量呢？以我们的情绪来讲，当然就是所有的负能量咯，负面情绪咯，包含仇恨、害怕、恐惧、焦虑，这些都是嘛。所以当能量波下来冲刷的时候，也许我们内在有一些旧的课题，对某些人、某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完的课题，那些隐藏的情绪它可能就会被冲刷出来，因为被带到表面上了。刚刚是身体被带到表面上有一些症状反应，那如果是心理的情绪，那它被冲刷出来，就是我们这些情绪就会突然爆发，可能你身边的人就突然发了一顿脾气，或者你的小孩就突然焦躁不安哭闹起来，这也许都是有迹可循，就是他们内在的那些旧能量在释放。所以很常见在这个阶段会有就是我们的愤怒嘛，隐藏的愤怒，它可能在某个节点，一句话一件事情不对，它就释放出来了。或者是害怕，我曾经很恐惧跟某个人对话啦，很有压力啦，或者面对某件要处理的事情等等。如果这些都是没有完结的功课，它就会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在浮现去提醒我们，我要去注意到这个功课是我还没有解决的，我还没建立自己的勇气、信心，或者跟人之间的健康的能量边界等等。所以其实这些的到来都是一个很好的讯息，去提醒我们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应该要比较正面的去看待它，其实就是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更多的关怀支持，不要那么样的勉强自己，该休息就休息，然后有情绪让它释放出来，不要压抑累积也是更好的。那以上就是大概身体跟情绪方面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象。那接下来的下一部影片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说，那我是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情况，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更好的跨越它呢？那我们就在下一集继续聊咯，拜拜。